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歡迎收看今天的互來座談之專家講堂啊！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修。我們呢今天啊非常特別的一個專訪啊，今天呢我人呢在澳門的永利皇宮啊，這裡呢在20年前呢完全是在海下，而今天呢不僅是滄海桑田啊，更是呢一整片連片的陸地之外，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現代化的建築，而且宏偉壯觀，而且極具生命力哦。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這樣的一個這個人為然後能夠逆改天命的一個狀況呢？但是我看了一下，它可能不是逆改天命而已，它甚至是順命而為的，創造了一些從無到有、從零到展開，面向全世界的一個非常非常讓人覺得嘆為觀止的一個成就。這就是今天的澳門。澳門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賭城，甚至超過了拉斯維加斯。那這當中啊，最重要的推手啊，就是我們永利澳門的總裁啊。我們來歡迎呢我們的 Linda 姐陳志蓮女士。大家好，也歡迎歷史哥再度來到澳門，尤其是來到我們的永利。是，這也是第二次來哦。第一次來呢，感覺還很陌生，所以呢，很多事情雖然新鮮，但是放得不夠開。那這個在我們訪談的同時，我們已經把我們第一次來的拍攝的 Vlog 我們已經把它上架了。那這一次來呢，我的感覺是更深刻的，就是特別的放鬆，而且這個看到 Linda 姐特別開心。然後我們今天呢，上一次來匆匆忙忙，來不及做一個很專業的專訪，那也希望呢讓大家更了解澳門的故事。還有呢，因為 Linda 姐有一個很特別的背景是，您在台灣出生，然後在美國求學，然後到澳門發展人生的事業，所以今天這個20多年這個在澳門的時間，甚至說從台灣離開到了現在，這麼多年的時間，這個你人生的歷程我想大家會很有興趣，因為在澳門這個最大的賭場之一，然後是由台灣的女性的企業家，而且做賭城這個事業，女性企業家特別的少，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尤其呢，我知道 Linda 姐第一次在台灣的媒體高亮曝光的時候，就是18年在高雄的時候，而我就是高雄人，我當時就住在高雄，所以當時永利這個採購高雄的花卉的時候，我特別有感覺。我沒想到說，在7年8年了。8年的真的是8年啦，都今天了，在這邊來跟 Linda 姐來聊一聊，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你的故事從這個台灣出生到美國求學，最終為什麼選擇落腳在澳門，把從零到有創造這整個永利澳門的體系呢？好的，也謝謝你這個機會。我想呢，如果你要我分享我的故事呢，我希望你有3天的时間給我，讓我慢慢的分享。不過我們稍微呢，就是說以刚剛你說的這個方向呢，澳門的發展來做一個比較簡單的介紹。我覺得你剛剛說的特別的對，澳門是從零到有，從沒有一個方向，只有一個，就像你剛剛一直說的是一個賭城，到其實現在它已經不是一個賭城了，它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一個旅遊景點。那我覺得我來到澳門呢，也是從一個理想到一個實踐的這一個過程。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呢？它有很多的原因。第一呢，我覺得真的第一就是因為澳門回歸祖國，那個時候1999年，讓我們看到澳門有這個發展的機遇，整個澳門城市的轉變，無論是從民生，從整個的這個資源跟產業的發展跟人才的培訓，讓我們看到澳門這座城市的潛力。那另外呢，可能就是跟我的從小的成長的過程來說吧。那從一個台灣出生，我們從小就在台灣呢，其實中華文化這個文化呢是保持得非常的好的，也是生根在我們的心裡的。但是呢，我有機會去國外念書，接觸到更多的更世界觀的一個理念，一個學習，讓我在這個結合中呢，我在澳門看到這個機遇。澳門是一個保持中華文化為基礎，但是它又是一個多元文化共融的地方，就讓我覺得澳門是可以讓我達到一個我的理想，一個實踐的一個機會。那我們來到澳門，當然呢，帶着我本身的學的這個旅遊管理，跟以前的多年在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整個城市看到它的轉型，看到發展這些機遇，來到澳門，我們的想法其實不是複製我們在拉斯維加斯的經驗，
而是先來學習，先來理解澳門本身它的資源，它本身的優勢，再怎麼樣找到它發展的方向。那這也就是一路以來我們20年成立了我們本身的第一間酒店永利澳門，到10年之後永利皇宮，我們現在做這個地方，你也看到我們這2間酒店不同的過程中，其實它呈現到整個城市的發展。整個城市從一個就是你剛剛一直用的一個字，我們叫它賭城吧，對不對？但是其實你走進我們的任何一間酒店，你不會覺得賭是它的主題，是你会不會覺得文化藝術，對不對？整個的氛圍，我們的這個很開心的一個旅遊的環境是澳門的主題。那我們也希望我們這個的就是理想，讓全世界都也做一個指標。我相信我們現在澳門所有的本身的同事們，我們所有的游客們都會認同，澳門是在發展旅遊產業，是一個最極致，是全世界的指標，全世界可以定為人才跟我們的產業發展的一個話語權，它的一個最高的景點。那其實這我覺得也是可以分享一下，這個可能跟我本身的文化，就像我們說的，從台灣出生到國外學習，其實也有關聯的。你知道我們從小在台灣學習的時候就是要聽話，對不對？我們就是乖乖的學習，人家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但在國外學習中跟就業中，讓我學習到其實聽話跟學習只是一個基本，那是你一個基礎，你一個嘗試，但你要做到什麼是你要判斷，你要決定什麼才是你想要做的，什麼才是理想，什麼才是未來。那你為了這個目標而去爭取，當你達到這個目標的時候，你就有話語權，你就可以決定以後應該怎麼樣帶着一個產業，帶着一個企業，帶着一個大家庭發展。那也這就是我們永利，我們從我們永利的踏入澳門的扎根，到整個帶領旅遊業的發展，整個人才的培訓，整個產業的轉型。其實我相信我們做到不只是為澳門達到一個指標，也為全世界的旅遊業達到一個指標。是因為我剛才聽到這個故事挺有意思的，因為在台灣的話，我們有一個背景，就是說我們有很濃厚的這中華文化，尤其在過去。當然，近年來因為這個政治氛圍急劇轉變嘛，很多這個去中國化的一些做法，但我想那是政治上的。從文化的內核來說，台灣人確實有很多這個中華文化的素養，但是跟大陸又有點不太一樣。那澳門這個地方特別，澳門這個地方被葡萄牙人殖民了400多年，它從明朝就已經淪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但葡萄牙的殖民又不是一個很強的殖民，所以這就很有意思。那我剛才聽到這個有幾個點啊，這個我們一個一個來深入來探討一下。就第一個，剛才琳達姐有提到說，在台灣這個出生，到了在美國在求學嘛。那當時在美國求學，我知道你是康奈爾畢業，其實康奈爾台灣也蠻多名人的，比如說像是這個民眾黨的主席黃國昌就是康奈爾的，然後現在桃園市長張善政也是康奈爾的。然後，那你當時在康奈爾畢業之後，為什麼會到了這個拉斯維加斯去做這個博彩業？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行業，在美國，即便在美國，它也是集中在拉斯維加斯，而且拉斯維加斯跟澳門也有點像，它也是從一個不是一個人聚居的地方，因為澳門雖然有小漁村，但它本來不是一個人真重點居住。像今天澳門有60幾萬人口，那簡直我想400年前葡萄牙人來的時候根本想象不到的。那從那裡的經驗跟到澳門的經驗，你怎麼去連接？當時在拉斯維加斯你看到的是什麼？那它怎麼樣跟這個今天的澳門結合？因為澳門我們必須知道，這裡的博彩業或者說這裡的旅遊業跟中華文化結合很緊密，但它又帶有很強烈的洋風，我覺得太有意思了。但它又是葡萄牙殖民，但又受美國的影響挺深的，很複合的一個地方。其實呢，因為你知道我雖然是康奈爾學習，但是我學習的是旅遊管理這個本行，對不對？那這也是我本身的專業，所以那時候在畢業的時候呢，其實雖然我的理想是當一個這個財務管理者，我是最想去的就是 Wall Street。那時候你也知道，那個畢業的時候最流行的行業就是進華爾街，對。但是呢，這有一個偶爾的機遇，
那也是那時候永利的這個本身的企業呢，在一個發展的過程。那時候在拉斯維加斯，他們想也是看到了，我覺得城市的轉型的機遇，把一個從是為賭中心的一個城市轉型到一個多元、一個更好的發展的旅遊景點。所以呢，他們也有一個理想，就是我們要到旅遊學院去招聘一些比較就是年輕的這些，無論是管理者、就業者，也希望多吸收我們年輕人對拉斯維加斯的看法，來對於我們的本身的理想，而融入本身的企業的這些的優秀的資源，怎麼樣來打造一個更吸引多元客源的一個城市。所以在這個機會中呢，也是跟我們的本身的時候永利集團的一些高管呢聊天，那他們本身的我覺得企業文化特別感動我。永利的文化就是以人為本，怎麼樣的能夠專注人才的培訓，有溫度、有品牌的團隊，讓他來打造本身讓旅客感覺到的體驗。那對我來說，雖然是我想要進這個財務管理，但是我覺得這個行業更適合我覺得想要發展以後一個美好人生，一個更好的環境，人的溫度來能夠感受其他人，所以我入了這個行業。那到了拉斯維加斯的時候呢，其實对我家人來說，你知道来台灣來的家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沒錯，是一個 shock。他們說怎麼可能我們去這個這麼對不對？讀了這麼多書，這做了一個過程，會去一個賭城的發展。當然，這也是需要一個溝通的過程。但是呢，當初家人應該挺反對的。當然是反對，對不对？因為尤其我們想，當時台灣的民風還是比較保守的狀況。那就是說，應該去華爾街，結果跑到拉斯維加斯，是這個落差很大。沒錯。對，但是你剛才提到，我覺得有一個關鍵，美國企業的話，大部分他們喜歡以用 project 作為它的一個運作的核心，對，或者是就是談論可能就是錢，比如說波音公司，它是談論股價。但是呢，你說永利這個很特別，以人為中心什麼意思？对，以人為中心，就是我覺得那時候最吸引我的一點。其實他們來我們學校招聘的時候，我們的這個行業跟我們的這集團完全不一樣。他進去的時候，他是第一想要理解你作為一個大學生，你以後想要發展什麼？你本身為什麼來跟我做這個面試？你的理想是什麼？那你在這個行業本身可以發揮你什麼的優勢？這個特別的感動了我。這我覺得，其實對我一個年輕人來說，剛剛大學畢業的一個，就是要無論是就業或者創業的一個的機會，這個公司可以讓我可能更發揮我本身，無論是我的文化多元的這個碰撞得到的這些資訊，我在康奈爾學到的專業知識，或者我在本身美國求學上面得到的世界觀、國際觀，我覺得這個公司更讓我有發揮的機會，所以我就去試了，我就去做了面試，當然也有過程中也去拉斯維加斯做了考察。那時候看到本身他们的營運團隊特別的關心，無論是未來的同事，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被錄取嘛，對不對？未來的同事或者他們本身的員工，再加上遊客，他們那種關注呢，其實是用真心的發出來，希望無論是每一個體驗者或者是持份者，都有共同的一個目標，都達到共同的理想，就是怎麼樣能夠讓人生更快樂，對不對？讓這個過程中又有更好的，我覺得是體驗，自信、自屬感，所以這個打動了我，所以那時候我才投入了這個公司跟這個行業。那當時在拉斯維加斯做這個就是做第一開始在運營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然後這個困難跟到了永利澳門之後，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在這個拉斯維加斯的狀況跟在澳門狀況應該落差很大，而且澳門其實跟拉斯維加斯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拉斯維加斯完全是在沙漠當中建起來，它是從零開始。澳門其實它自己在普屬時期就已經有這個博彩的這個行業，所以它一定有個落差。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他你剛才有講到說來先了解一下這本地，它這個不一樣。所以在拉斯維加斯的這個經驗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就是說這個經驗對後來來到澳門有什麼實用上的？其實拉斯維加斯跟澳門它是同樣的過程，以前在拉斯維加斯也是有博彩這個行業，對不对？它也是一個就是說完全是比較專注賭為一個核心來去發展旅遊。但是在我們進入的那個時代呢，就是那時候有一間酒店叫做 Mirage， 就是我的第一間酒店。大家有可能也很理解，这間酒店就是前面有一個大火山，然後呢，火山爆發的每一次呢，就圍了差不多幾萬個人在那邊觀看這個整個體驗，然後呢進去酒店可能感受到這個快樂的氛圍。但那時候呢，就是一個過程，就是讓旅遊變成一個去拉斯維加斯的新目的而不是因為了賭，就為了看那個火山，可能看火山，沒錯。這個倒是對不對？或者那時候候那個酒店還有2隻白老虎，還有一個最有名的 Siegfried Roy 的白老虎秀，它還有海豚，它還有最好的餐飲，最好的購物，對不對？它這整個過程就是讓去那個城市旅遊的客人已經改變了目的了。对。另外呢，那時候拉斯維加斯發展的是會議的旅遊，所以拉斯維加斯本身的會議產業做得非常的好，因為它這個氛圍很適合聊天。是，所以它是以旅客轉型，我覺得是為第一步，把整個城市的需求跟整個城市的結構慢慢的帶的轉型。那之後當然各個酒店他看到這些需求，就會投入蓋了更好的酒店，蓋了更好的餐廳，蓋了更好的這個會議的設施，或者更好的這個秀的場，就是這些其實投入這些都是因為客源跟城市的機會，它一個商業機會就會自然的帶到一個城市的投入、就業跟轉型。所以那是我在拉斯維加斯得到的經驗的一個成功的一個體驗。所以這個拉斯維加斯有一點意思，它創造了一些人造的奇蹟，而這些奇蹟也必須只有在拉斯維加斯那個場所才能把它凸顯出來，因為大家來這邊就是追求一個觀感的刺激，就是我可以感覺到，當然我沒有去過拉斯維加斯，但是我在永利感受到的是五光十色、視覺聽覺的饗宴，包含你可能在 casino 裡面你是心靈的刺激，可是他回到房間飯店的時候特別安靜，特別舒服。所以那就是一種很特別的，就是說奇蹟創造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很有意思。那還有就剛才講那個商務的 meeting 啊，我有感覺，因為這次來我們也有跟一些朋友聊了一下關於說未來的一個規劃嘛。那突然發現在這個地方談話，就是特別有感覺。你如果說你在一般其他的地方的話，你要就進入這個狀況，我覺得很不一樣。那所以我就進一步來談，就是說當時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機緣巧合來開發這個澳門永利的整個的一個基地。現在當然澳門永利已經經過20多年的發展，那簡直是非常奇妙。我記得昨天我們跟您在走路的時候，我們還聊到這件事。我說哇，琳達姐在這邊待了20幾年，從零到有建造那個體系的過程。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小的創業者嘛，然後我從零到有創造了我們自己公司的體系，慢慢的也有一種感受，就是說哇，體系其實不好打造，而且你在不斷在摸爬滾打當中怎麼去創造它，然後人是這裡面很大的關鍵，怎麼樣去治理？然後我覺得永利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比如說我們住的這些套房，它是屬於有這個專屬管家的嘛。你們每一個管家小伙長得帥，就這是基本班。重點是那個服務的熱忱跟精神，真的很厲害。我覺得你不知道怎麼把他們教育的。所以這幾個問題，我覺得從第一個來講，就是當時什麼契機先到了澳門，然後來開設永利澳門這樣的一個事業。我覺得來到澳門，就像我剛剛最開始分享的，是1999年，讓我們看到澳門回歸中國、回歸祖國之後，有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可持續，而且大家認為是說一個很好的制度的一個發展的機會，所以也給了我們這個信心。在一個國際企業來說，以前其實也接觸過澳門，也知道葡國。在那時候就是說就已經有博彩了，但是呢，在制度上面，
我覺得回歸之後，它是真的是非常的強烈的改變，而且呢是非常的正規化、非常的透明化、非常的国際化。另外呢，就是人才培訓這方面，讓我們感覺到，來到澳門這個本身的這個城市，讓我們體驗到，其實澳門的人那種無論是我覺得是溫和度，跟那種的這個就是這個親和力，讓我們覺得其實澳門的人特別是值得來發展成服務這個行業這份的人才，但是之前可能沒有人專注的去培訓他們，或者給他們这有更多的機會，所以讓我們看到這兩個的結合，一個是城市本身，就是說無論是民生、治安跟制度上面的優化，跟這個好的方向的改變跟發展，再加上本身澳門的資源，然後加上澳门深厚的无論是這個中西文化的歷史，對不對？再加上我們中華文化本身的這個非常強烈的這些的本質，讓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發展這個旅遊行業的這一個地方。那你再說到說我們的這個企業，為什麼我們的每一個同事都有這麼好，我覺得服務這些的讓你的體感，或者本身這個服務的這些的專業的技能呢？講實話，就像你剛剛開始說的，這個是以人為本。我們的同事們都是打從心裡的發出自心的想要，我們無論是同事們工作更開心，我們的旅客們這個本身的體驗更美好。那為什麼可以做到呢？因為他們把永利當作是一個家。對我來說，永利就是我的家。我們每一個同事，我們11700個同事來說，永利都是我們的家。所以你來到我們永利，其實你是我們的客人。你家裡來了客人，你不會讓他希望他得到更好的體驗嗎？所以這是一個打從內心的。當然，我們需要給我們的每一個同事們最好的專業培訓。他在他本身的專業的技能上要有非常好的底蘊，他才有底氣，才有自信，很自然的把他的服務，对不对？有最好最優化的方式表現出來。但他在做這個程序的過程中，他可以達到溫度，就是因為他很有自信，對不對？他對他自己的專業已經是達到極致的，無論是有這個經驗，對不對？有這個就是說培訓，有這個過程，所以他可以更人性化的、更個性化的表達出他本身的專業知識，再加上配合，我們哪一位客人你的喜好，對不對？或者你今天是跟朋友來，還是跟家人來，還是今天是來過生日，或者明天是來這個要舉辦一個特別的另外的活動，他可以用判斷而去讓你的整個過程更好的享受，更優化。我想這是一個整個的關鍵啊，就是永利的一個培訓的內容，然後這也回顧到就是說在澳門這個地方，我想它可能跟美國的賭城有很大的不一樣，就是澳門這個地方呢，它畢竟有400多年葡萄牙殖民，但是它又很濃厚的中華文化。就你看台灣就常常在吵說台灣到底是什麼樣的，你到底台灣人是什麼人的？為了這種問題，就台灣那很大的說法就是說，哎呀，台灣被日本殖民了50年啊，所以已經出現不一樣。可在澳門這個地方400多年沒有不一樣，而且我發現很多是來自於大陸的，然後也有台灣的，然後也有澳門本地的，然後他們融合在一起，那就是形成了一個永利獨有的一個這個很強大的一個團隊，而且獨有的一種服務的風采啊，就透過這個培訓。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對於永利澳門，當時你的設定的目標是什麼？你有想象過20多年後，你在永利在澳門有2棟這麼大的建築物，尤其第2個皇宮，它是更大，然後更加的豪華。那當時你剛來到澳門的時候，其實很多東西都還是在草創時期。對，因為大家會覺得說，其實澳門不是在葡屬時期就有這個建設了嘛？但極其有限啊，這個非常的少，主要還是到後面99年之後嘛。那其實你剛才講那個是風險的管理。當時99年回歸的時候，大家也在想啊，這個真的呢繼續這個樣子下去嗎？北京的力量不會壓垮澳門的自主性嘛？但是看起來現在是確實澳門自主性是非常強大的。那我覺得裡面有個關鍵就是說，當時為什麼會相信這個99年之後
可以馬照跑，舞照跳，這個賭照賭，是什麼樣？當時是什麼樣的感覺？你們在做風險評估，而且為什麼是你來？是你自告奮勇來嗎？還是公司派來的？其實我覺得你說為什麼這個本身的行業可以持續下來，對不對？本身我們相信它這整個的制度會維持下來。其實這個就是真的是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它的優勢。一國兩制的制度讓我們真正的相信、有信心跟體驗到，它就是尊重歷史，尊重原本它存在這個的過程，然後怎麼更優化它。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信心。其實說真的，博彩在中國內地是不允許的，其實在我們台灣也是不允許的，對不對？但是澳門它因為本身這個傳統產業它的存在，對，而是本身這個社會的一個就業的其實是一個核心，所以它是很有這個長遠的方向，讓它是怎麼樣更好的、更有這個法律的制度，對不對？更持續的、更好的把它優化的發展。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就是信我們這個一國兩制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制度，讓澳門有更長遠、更永久的發展，所以我們才有信心，我們這個國際企業才會來到澳門發展。那同樣的，我們的經歷也看到這些確定是它的本身的這個，就是說真的是制度的優化，而讓我們有國際的這些的經驗，跟我們國際的視野，來到跟澳門本身那個制度的融合。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城市需要發展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樣結合制度跟本身產業的本身的資訊、專業跟優勢，怎麼樣把這兩個結合起來，就是政府跟企業的配合。其實在任何一個城市或者任何一個產業需要發展，就是各做各的，對不對？各自發揮自個兒的自身優勢。那我們企業來說，就是我們有企業的專業，我們有企業的資訊，有企業的創新，我們的人才的過程。那政府就是配合，怎麼樣用制度更好的管理，更好的整個的城市的建設來配合我們這行業的發展。那在澳門，我們就是看到這整個的這個真正的實踐跟整個的發展，20年來越發展越好。從我們第一間酒店在那時候，我覺得我們做了很多的市场調查，所以我們第一間酒店你看到的永利澳門，其實它是已經是一個很多元的綜合體，它有最好的餐飲，最好的這個購物，對不對？這些水療跟整個客房這整體的這個環境，但是那時候我們可能還不夠理解這個市場本身這麼大的潛力。所以蓋的規模是比較小一點，比較保守，比較精緻一點。到10年之後，永利皇宮的發展，你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規模就是它更國際化，對不對？更這個市場擴大的一個想法。我們那時候理解的市場是，可能那時候澳門是比較專注內地、台灣、香港跟東南亞這個市場的發展。那現在澳門20年來已經走到是一個國際的城市了，所以我們要針對不只是東南亞的國際市場，我們還有歐美的國際市場，以後還有中東的國際市場。所以澳門現在的發展是全世界來說，它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指標，它可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澳門，找到他們無論是可以這個體驗點，或者他們以後都有可能是商業的一些機會，對不對？來到澳門，無論是會展開始，或者是小的會議開始，或者是交流，或者澳門呢又是一個融接大灣區的一個很好的起點。可能我們進了大灣區做一些商業的機遇，或者從大灣區再到我們內地更大的市場。其實這對國際客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國際客人先來到澳門，為了這個這麼好的旅遊體驗，再找到商業的機會，再跟這個內地的各個的企業的對接，其實都是澳門很好以後發展的潛力。對，澳門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平台了，然後這個可以說是永利在這裡面又有很大的一個角色。所以從永利今天開始，就是
這已經開始就加大對台灣的一個這個來賓的邀請嘛。我覺得這很好，就是讓大家了解到什麼是真實的泳力。好，我想這是一個整個的過程哦。但是我一直在想哦，当時在蓋泳力澳門已經成功了，怎麼還想再蓋一個泳力皇宮？難道不會擔心說投入這麼大，到時候沒有收回來，哇，那這個就壓力就更大了。但是感覺從結果來論，您剛才也有提到，其實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是什麼樣的想法？是說從澳門，然後再開一個新的泳力皇宮啊？你怎麼看？這就是我們我覺得本身是對一個市场跟一個地域的，就是信任，跟本身对它的一個願景，是知道我們這個市場可以更好的發揮。另外呢，也是一個理想。就像我剛剛說的，我覺得澳門可以做一個國際上遊客最這個好的一個最吸引國際遊客的城市。那我們就需要更多本身的資源的投入，对不对？更多本身的設施上面的多元。所以泳力皇宮跟泳力澳門的不同，就是它在本身的設施資源跟它的呈現的方式上面更国際化。我覺得它是更讓不同的游客可以找到，尤其是家庭，可以找到更多讓他們可以待得更久的地方。另外呢，也是在澳门这個，我們當然第一間酒店到第二間總店中間有10年的學習過程，也讓我們理解其實文化跟藝術也是澳門的一個非常好的優勢。我們澳門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有中西文化的共融，所以你在我們酒店裡面看到，我們雖然是很多東方的設計，但是它裡面有西方的融合的一個文化的碰撞，一個共融。那我覺得文化跟藝術如果可以讓遊客在澳門待的時間更久，或者來的次數更多，或者消費的話更多元，其實這也是一個旅遊業的一個成果跟一個突破，對不對？這也就是為什麼來澳門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客源，它客源的多元，它國際化的多元。那我們現在辦的很多活動也是非常國際化的，無論是體育賽事，或者是我們的美食的一些的呈現，或者我們去像酒吧、中國紅葡萄酒，各種不同的活動，其實它都是吸引國際的關注。所以呢，在這個酒店裡面，在這個20年過程中，我們就加了更多的機會，讓澳門本身這個城市在國際的這個，我覺得這個 map 上，在旅遊的 map 上可以更多的發光發亮。其實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因為剛才有講到這個從賭城變成一個觀光之城嘛。那我這次來第2次來了，其實我一次去 casino 是昨天晚上我們迷路的時候，是總在帶我們穿越那個 casino 那個大堂嘛。然後我剛路過的時候，我還在想說，哎，那我們公司最年輕的2個妹妹，她們能不能下場？好像是21歲，好像剛好跨過去了，所以還可以。那可是這也代表說，像我們來，雖然當然主要是出差為主啦，有很多的拍攝什麼，但是我自己不是一個好賭的人，可是我來泳力我特別喜歡。然後來到澳門，突然就感受到一個很大的不一樣。那其實我們這個聊到創業的故事，是我最有興趣的部分，因為剛才我們聊的是大歷史背景脈動，還有您個人的這個生涯。接下來聊點創業的一些內容，因為大家都很好奇說，作為一個這個女性在這種綜合度假村裡面，其實是很少數，非常非常少數，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這個桌上玩的多數是男性。這你們有數據嗎？比如說來這裡玩這個綜合娛樂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嗎？現在都平等。現在平等了，所以其實女性是能夠被開發的。但是只是說它需要一個契機跟誘因，還有它需要打造一些環境，還是說是泳力特別的能夠？我覺得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娛樂的選擇，對不對？男女性對任何的娛樂都有同等的選擇權，是吧？所以呢，無論是你說餐飲、購物、水療，或者是真的是在這個娛樂場裡面的娛樂，其實它都是在你整個的這個行程中的一部分。對不對？所以不等於說真正說一定要歸類說是男還是女，它是一個多元的行程。因為澳門就是一個多元的城市，那只是中間呢是一個部分。所以其實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狀況是，你自己作為女性在打造這個部分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向讓它可以更加的平衡？因為我們知道在像拉斯維加斯啊，他們一般
好像去玩這一些這個綜合娛樂的，大部分男性還是多一點，因為我們的既定刻板印象。比如說我在機上搭過來的時候，我就看到，因為我來的時候我們坐商務艙，它空間比較大嘛，然後就有人一直在桌上練牌。我想哇，在商務艙，我睡前他在練牌，我睡他還在練牌，就是很有意思。他感覺是要來好好的戰鬥一下、battle 一下的，但是感覺起來這是不一樣的一個範疇。而且據我所知，其實男生女生喜歡玩的方向也不一樣。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現在把澳門、把永利它變成一個綜合性的旅遊，這是享受不管是文化美食，而不是單純只是在桌上的一個這個戰鬥的過程這樣子。所以這個裡面它是什麼時候開始做大幅度調整？是永利皇宮設立下去之後呢，還是說其實當年來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我想要長期程來說，我要做一個更平衡的部分。我覺得我們來澳門的時候，希望這個整個城市、整個行業這個體驗多元的過程，應該是沒有分男女的這種的規劃的。Okay. 那個時候呢，就是想說怎麼樣的體驗可以讓更多的不同的遊客都可以參與，從單身的男生，就像你說的，只是為了某一個對不對特殊的原因，到如果他是開會，但是他有一點時間去找更多的不同的消費，或者到女性，她是可能來開會，對不對？或者對購物有關心，或者对美食有關心。但是他這個整個的，你一天有24小時嘛，對不对？你排除了8個小時睡覺，你有這麼多的時間可以去找不同的多元的體驗。這個體驗中就是各個不同的吸引他的地方。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是要打造一個整體的、一個多彩多姿的，而且令人向往的一個旅遊的體驗過程。那這中間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設施上面跟我們的活動上面有這麼多的不同的選擇，跟這麼多的國際化的參與。那我相信你說女性呢，在酒店來說，我們的酒店可能是比較有一些我們這些本身可能就是說自己參與的領導者的一些想法。我們酒店用的花是不是特別多？對不對？對。我們酒店用的藝術品是不是特別多？這也可能是有一些我們的參與跟投入吧。因為我們覺得有一些，雖然你可能他無論是女性或者男性都會欣賞點，但是女性會關注它。我在設計的時候，我把這些花跟藝術品融入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環境會讓人更放下心情來，會不會更會去靜下心的來享受體驗這個過程？那我們就覺得希望人來到澳門，來到永利，就是一個很放鬆的感覺，讓你來到這邊就是知道你是來做一個旅遊的過程。那當然不論是你是為了美食，今天我們澳門有多少的米其林的餐廳，有多少的当地的特殊的澳门本身的葡国菜，各种菜系的这美食的體驗，對不對？我們還有很好的雞尾酒的這個碰撞，我們還有中國葡萄酒的呈現。我們現在中國的葡萄酒，無論是我們的這個紅酒、白酒，跟我們的各種不同的品種，在澳門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但很多國際遊客以前不知道，也沒關注過。在澳門的本身的美食的這個體驗中，他可以體驗到這些，其實對他們來說，他們是不只是一個享受，也是一個本身知識上面的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對不對？是的，他們可以覺得说，在這些知識的新的知識點上找到一些關注跟樂趣，而且对美食更加的，我覺得是可能說體驗更好。那加上藝術文化，現在體育的這些活動，就讓各種不同，有的時候家庭可能是一個家庭為了因為小孩子來做這個籃球比賽而來到澳門，這些都是一個多元的過程。這個有一點意思，因為女生確實是特別喜歡花的。那這個花朵的使用，其實會讓本來感覺比較剛性的這一種綜合娛樂，它變得更柔一點。然後，因為其實如果你純粹就綜合娛樂來說，它是很重的勝負性、得失心，所以它導致它的結果就是它可能比較有殺氣。你看呢，以前傳統上，如果說我們這個方城之戰呢，就大家都是哇屏氣凝神。我記得從小的時候，過年的時候，大家喜歡這個摸個2圈嘛。屏氣凝神，很嚴肅的。可是，在永利這個地方，
就是我覺得就是Linda總裁你剛才講到的，把一些女性的特質，把一些花朵，把一些顏色，我覺得顏色是永利讓我覺得最驚豔的，就是那個顏色的配置，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顏色的配置，然後那一種那個視覺的，畢竟我們做影像的嘛，然後那個感覺起來就這個五彩斑斕，但它就很大程度就把本來比較剛性的這個線條那種意象，它把它柔化了。柔化之後呢，它又結合了整個這個永利，它很大的樓地板面積，它可以放進很多不一樣的綜合的娛樂裡面的時候，哎，其實你這一整天你沒見到桌上，其實你也在這邊，你找到你很大的趣味。我就是這種人，因為我對桌上是这种沒興趣，但是呢，哎，我來到這裡，我特別喜歡，所以這一次這個有這個我們網紅節活動來嘛，然後也是來這個給您做訪問的時候，我就在想，哇，特別期待。因為會覺得說來這邊很放鬆，特別放鬆，然後這個很愉悅，而且我覺得你們的音樂也是非常有你們的這個品味。特別要問一下總裁，就是地方說，包含這個花的選擇、顏色的配置、音樂的挑選、藝術品的這個擺設，是你每一個自己去盯的嗎？是我們每一個細節都要，不能說是盯了，都要關注，都要理解。我們會從最基本的專業知識知道，對不对？每一個無論是品種，每一個等於說它本身的優勢，對，或者可以說花，也可以說本身，譬如說音樂，我們要先去理解它，跟配我們的客源的需求，對不對？我們市場的理解度，我們多元文化，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團隊也會非常的關注的收集客人的這個 feedback。對不對？再加上我們本身的就是專業的方知識，大家會集合這些資訊來做一個決定。當然，有一些東西也要配它本身的這個，譬如說花，它哪個季節，對不對？是哪裡來的，什麼品種，怎麼樣能夠達到我們要的效果？就像你剛剛說的，無論是顏色上面的碰撞，或者視覺的享受，對不對？顏色的這些的這個創新，其實它這個是不只是一個，我覺得是篩選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想法，是一個理想。這也是我們人才培訓的一方面。剛來澳門的時候，講實話，並沒有花卉、花藝這方面的人才，對不對？這個方面有花市嗎？那時候也沒有那麼的專注說花的造型，對不對？可能以前我們小的時候達到的一束玫瑰花就是一束美麗的玫瑰花，但是我們可以想到玫瑰可以配什麼其他的花，或者什么还可以做成造型，对不对？对，這也是我們的一個過程。這20年中，我們現在培養出來的，就我們這本身這個對花本身的，無論是培養、挑選跟造型的這些人才，其實在國際上都可以跟任何的行業做一個這個交流或做一個這個碰撞的，所以這也是澳門的成功點。就是把我們的各行各業的人才，在我們這個綜合體裡面，給他們有機會的發揮，給他們有機會的這個創新跟實踐，他們可以把他們很多學到的知識，在這種大眾的環境、更好的傳播力的環境下面體現出來。我覺得打造體系是一個非常辛苦也非常難的事情，但是體系的建成，它就會讓整個體系如果能夠完成之後，它能夠 run 起來，它能夠跑起來的時候，哇，它所發揮的力量是巨大的。對，因為我這個就是常常這幾天還有上次嘛，跟Linda總裁也相處的蠻多的。那時候我就看Linda姐在領導大家，其實你不會講太多話，我發現你就是該告知的告知，然後該做的做，其實很特別，因為每一種領導方式都不一樣。那當然每一個人的方式也不一樣，但是我有發現到，你作為一個女性的一個高管，然後做一個這個角色，在做的時候，你不會很強制的說一定要怎樣，但是你會把你的觀察，就是說出來。我記得有一次，這個我們是應該在吃飯吧，上一回的時候，然後你就有這個觀察到，哎，客人可能需要什麼，然後需要什麼收起來，你就會說那個換一下，這樣感覺會比較好。哎，然後你關注的很對細節。我那個我當然很驚艷，因為這個就屬於我覺得比較細膩的部分。對，你有那個沒那個，其實如果說可能外人看不懂，但是坐在廠裡面的人會有感覺到說，這個東西換了一下之後，可能那個餐盤調整一下，那個感覺就舒適度就上來了。因為我們到了一個舒適點上的時候，它其實是很就是某一個小地方的，
你當天的那個，因為我們那天好像是在一個餐廳在看東西吧，然後就是他這個會遮擋到一些視線啊或什麼的，那你馬上就說，哎，換一下，就說，哎，這個有點意思哦。對，這個應該算是你的領導風格的特別。是，我覺得就像你說的，領導力呢，其實我覺得領導力就不分性別，對不对？但是可能女性呢就比較關注我們一個是傾聽，對不对？我們的同理心。對我們的韌性，我們的細節，可能這個真的是比較強烈的一個本性來的。再加上我們是服務業嘛，服務業更要需要就是有持續的關注，而這不是說只是做一次的，這是要持續的，等於說把持這個理想跟這個我們最希望達到的目標。那最好的是我們的同事們也跟我有同樣的理想。我們同事們他也是非常的，就是說有同一個方向，共同協力的把我們想要達到的這個的呈現共同的表達出來。但是可能嘛，我是就像你說的，作為一個女性的領導者，有的時候我是像可能作為一個母親吧，我希望我的小孩子更成功，对不对？那如果哪一點就是細節上我可以稍微提醒一下，讓他更優化的時候，其實是讓我最開心的。有看到同事們，啦对不对？看到同事們進步，看到小孩子從不會走路走到會走路，到會走會跑會跳，或者會得到賽跑的獎杯，那不是一個很快樂的一個過程嗎？所以這就是在領導的過程中，其實是達到大家一個共同要追求的一個目標。那剛剛你也說的，其實制度那當然是很重要的，制度是一個基礎，對不對？就無論是我們一個家庭，我們一個企業或我們的一個國家，其實制度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最需要的一個基礎。但是那個是大家都要認同的一個基礎。當你有了這個基礎以後，在裡面怎麼找到人性化的發揮？它不是一個死的制度，它是希望讓這個制度讓人怎麼樣更好的去發揮，在這個基本的過程中找到每一個人的優勢跟創新，這是我覺得跟人家比較不同的地方。哦，對，其實這個挺難的，因為人才的培養，一個人能夠發揮多少潛力啊，這個東西確實是相當有意思。也同樣是一個人，我記得我以前讀書的時候，我比較左派一點，所以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是非常非常平等的。長大之後並不是，當然還是就是到現在，你說這個是不是還是很關心社會？當然關心，否則不會繼續做這個對社會這發生一些名默。但是你就會發現觀察到人跟人之間的落差是挺大的，然後怎麼樣讓每一個人他適合去發揮，他在這個領域他可能不擅長，但是有些人他有潛力呀，他可以成長起來呀。但有些人你再怎麼發他發揮不了，他反而挫了他的信心，他反而從此之後他一蹶不振。就像我們這個公司，我們小小的，但是光這個每個人的這個長短處怎麼去錯配他們這個彼此之間，然後讓他們形成一個有機組合。對，哇，這不容易。你講的太對了。有的人就會選擇，譬如說像你，我相信你是一個表達能力，對不對？特別強，也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对。但是有的同事他不一定有這些的本身的意願，他喜歡做後勤的工作，那我們就安排他發揮他的優勢，對不對？那有的同事他可能不喜歡這個每天做這個面對客人，但是他在做本身的培訓或者做很多就是說這個基礎本身的功課的時候很強的時候，我們也有很多的崗位可以讓各種不同的同事們的優勢都發揮出来。对，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那當然最後我們也來聊一個很有趣的議題啊，因為現在這個澳門嘛，我來第二次，其實我有發現非常多的機會，包含這一次是受到了這個澳門視聽協會的一個邀請，然後來參加這個網紅節這個活動嘛。那其實就是想要把澳門呢更加在打造更擴大，尤其是兩岸青年交流這部分。像這個昨天也跟這個張春生會長做了個直播嘛，那這會長他就非常重視兩岸青年交流，因為我想他也是自己年輕創業嘛，然後這個創業的過程當中，你之前也跟他聊過他很多創業的故事，然後這個我就聽一聽，我就覺得說，就是因為自己走過那一段，更希望說有更多年輕人能夠帶來更多的活力。我覺得這是真的，因為像我們公司非常年輕，我們公司這個最小的都到04了，好，這個是非常非常年，2004年啊，等於說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創意，但是這些創意怎麼落地？兩岸青年交流如何落實？尤其現在永利正在用公益的角度，再加上結合這個未來這個商業的這個平台，怎麼去講？因為永利其實是個大平台，對，
好，這個大平台它是有很多可以展現的一個部分，然後再加上現在永利也弄了這個公益基金嘛，然後用這個公益這個角度，怎麼去複合這個部分？然後尤其隔壁橫琴，它現在活力正盛，對，橫琴呢剛開始的時候，大家說，哎，這橫琴有辦法嗎？我看平地起高樓啊，真厲害，這個大家開始一波一波的人進來，但是現在是一個窗口，因為我們看到北京的中美元首峰會剛結束，整個世界的亂局。感覺起來稍微又再到新的一個秩序的一個時候了。那在一個新的一個秩序的時代，尤其你看這麼多國外的政要來到中國，那我覺得它也帶來一個新的一個契機。那澳門是一個非常好的窗口。剛才有提到一個事情，外國人來到澳門，他可能首先是因為他想上桌玩個2把來了，但是那只是澳門過去的最顯要的一個名字。但是澳門這個名字下面所呈現出來的綜合的內容跟內涵，它既有葡萄牙的西方的一些文化的內涵，然後呢又有中華文化非常深厚底蘊。你看鄭觀音的大宅哦，我們孙中山先生他有他的故居，他的這個盧慕貞夫人、陳翠芬夫人都在這裡，孙中山大哥也在這裡。還有你看我們有看到這個孫逸仙大道、孫逸仙博士大道，我才知道這2條是不同的路。對，那這裡面其實它又記載了中國近代歷史。然後又到現代這樣子，然後這個呈現很好，因為我在這邊我發現好多外國人，包含我們今天早上去了這個澳門塔，然後就有一組是從澳洲來的，還跟他們聊了一下，他們問我說有沒有下去跳，我說我沒跳，但是我們有去 Skywalk， 他說你覺得怎麼樣？我說 so scared， 他們也沒跳，他們是澳洲來的4個老先生老太太，但是我就說那個我們還跟他聊了一下，這很有趣，我還跟他聊了一下說。這是我就說你們什麼時候去？他說下一次。我說對 ，we always say next time， 然後大家就笑了，對，下次一定，下次一定。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在一個交流的一個窗口。所以既然這個外國旅客可以來，但我覺得對台灣的年輕學子兩岸的交流，其實在澳門正在發生。那包含我自己都來了嘛。那你怎麼看這個部分呢？就是兩岸交流在澳門，而澳門可以作為台灣跟大陸之間，尤其其實澳門有大量的台灣遊客。我特別覺得您講這個特別重要。其實呢，我最想看到的也是我們現在以我自身的發展的過程，然後呢，我對台灣當然也是非常親切的情感。我最想看到就是兩岸在澳門、在橫琴怎麼樣找到發展的機會，也是同樣，為什麼我在橫琴創立了一個兩岸青年交流中心，也在那邊做了一個職業培訓學校這個的本身的創立。我們的想法就是希望以澳門為一個基地，為一個平台，為一個跳板，讓更多的台灣的青年來澳門找到以後更大的發展機會。其實澳門呢有很多的特色。第一個呢，澳門這個本身的窗口，它是一個國際化的平台，對不對？所以對台灣人來說，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的這個我覺得特別優質的本性。我們在語言、在文化這種的，就是接受度跟融入度，其實是特別快的。這是我們澳門就是台灣人本身就有這方面的本能，對不對？所以來到澳門這個城市，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很好發展的一個過程。但是我們內地這麼大的一個市場，在澳門作為一個跳板，可以讓你接觸到這麼龐大的市場，以後發展的機會，澳門是一個起點。對不對？那澳門，我覺得現在來說呢，就像這次你來參加的活動，我們這國際視頻節又有更好的一個機會。現在呢，在這方面，視頻其實大家希望看到的是更新的、更年輕的、更有創力、更有科技運用的手法來傳播。那其實特別適合台灣的青年。我們本身在文化，在這個國際這個接觸這些媒體上面，其實台灣青年都有很多這方面本身的資源跟本能。但澳門這個地方呢，讓你用本身我們線下現有的這些文化，但是線上怎麼樣多整創新的科技的 AI 的手段傳播出去。然後現在尤其我覺得能夠把我們的中華文化怎麼樣從澳門更好的國際化的傳播出去，其實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呢，怎麼樣把我們中國的，就像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儒家文化，講個禮，
你跟外國人要怎麼解釋儒家文化禮節，對不對？他不一定聽得懂。但是來澳門讓他實踐看一下，我們澳門本身怎麼樣以人為本的來對待我們的客人，讓他來這邊體驗到，中華文化其實它是從內心一個沒有就是很自私心的發出來的，它不是有目的性的，而是它只是把你當做他的無論是好友或者是客人或者是一個親人的方式跟你交流的時候，我覺得外國人可能就理解了啊，原來你們說的禮是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人的一個素質，一個本能，對不对？那对外国客人來說，為什麼一個譬如說像我跟一個如果是我請来的客人，為什麼一個總裁要把我今天送到门口送我上車？因為我把你当作我的客人。其實從小來說，我講一個例子，我們在我們家，我母親她身體比較弱，我們又是以前台灣都是住在公寓嘛，住在樓上。但是如果有客人來我們家，我母親每一次都要陪着客人走好幾層樓的樓梯，送到他到門口。我每次都問我母親：“你送到家门口不就好了嗎？為什麼一定要送到樓下？”他說不是，人家來到我們家就是我們的客人，我們一定要尊重，對不对？那如果有人來我們家，今天是我們請来的，可能是來見修理的客人，我母親也會很尊重的對待他們。這就讓我從小就是體驗到我們的中華文化其實是打從內心出來的一種素養，一種素質，而不是只是紙面上的說的。那我覺得澳門就是一個最好這方面把这個是一個小小的故事啦，但有更多的這方面的，我覺得無論是我們本身文化上面裡面的細節，我們儒家那個文學上面的一些的經驗，在澳門怎麼的傳播出去？那傳播出去就需要你們這些青年用新的手法，用故事的方法，用沉浸式的手段，可能是我們澳門有的這些場所，我們有很好的一個這個幻影空間，沉浸式的場所，澳門有很好的劇院，很好的這些的场地，讓我們怎麼樣把這些無論是平台的資源，讓兩岸的青年在這邊碰撞出一些結果，讓他這些的成果展品怎麼樣的來把我們的文化更好的傳播出去。所以我覺得橫琴是一個以後兩岸發展特別好的一個機會，是讓我們無論是我們的視頻，對吧，我們的新媒體，或者我們本身的其實影視，這個我們的那個movie， 我們很多的這個短劇，其實在橫琴都很多機會可以打造。希望更多的台灣的青年人來這邊可以找到機會，在這邊我們可以共建共享，怎麼樣的把這些的這個不同的人才的這個碰撞，對不對？加上大家的想法，從澳門從橫琴更大的好好的發揮出去。对，這事情大概有3個點，我覺得我想要來 echo 一下剛才麗娜總裁所說的。第一個就是說中華文化的這種兼容並蓄的能力在澳門是一覽無遺，因為講白了，這個儒家既講安貧樂道，但他也不講安貧樂道。你要安貧樂道可以，你不安貧樂道可以，因為一簞食一瓢飲，如顏回則餓死在家裡，那這也不太對。但是儒家也推崇這樣的精神，他的意思是什麼？就是守節嘛，有為有守。今天顏回如果他就只賺那麼多，那他就守了這個。但是如果他今天能夠這個叫做窮則這樣，這修身養性嘛，達則通達天下，就是達則兼濟天下嘛，就是你如果發達了，那你能有更多的能力，就做更多的事情。我想它是一個很有包容性的，這是中華文化的特質。我講這個剛剛結束的這個中美會談，我們就可以來印證這個事情。你看美國人一天到晚講這個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對。但是，當時創立這個修昔底德陷阱的這個大學者啊，這個 Graham Allison，好，這次鄭麗文主席聽說也要跟他碰個面嘛啊。他當時是說這個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國人聽了就說那不能避免，我肯定要碰撞一下的。对，結果我們就看到在北京的會談當中，對啊，這個總書記他就提到說，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他特別跟美國人講，它是不必然會發生的，反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跟讓美國再次偉大，它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其實這個道理如果映射到澳門就很好。對，永利就是一個美國體系的企業。
可是永利的發達跟澳門的繁榮，對，是一榮俱榮啊，是一哭俱哭啊。今天如果永利不好了，這個實在其實大概澳門的整個狀態也不見好，但是今天永利好，澳門更好，大家一起好。就是你看我們現在住的地方，我們剛才講的，本來这是東海龍王的地方嘛，這現在完全在海面上，那就呈現，所以它中華文化它是可以融合的，一個完全美質體系的。但是呢，當總裁是台灣，然後有中華文化，然後這個在澳門，那澳門又被這個葡萄牙殖民400多年，但是它依然呈現了很大很大的這個文化包容性。所以在澳门，你看我們美食有這個葡式的美食，今天還有一些很多葡萄牙正宗的體系的。葡式蛋撻呀，這個當時傳到台灣還形成了蛋撻風潮嘛，到現在還有很多像這個台灣的肯德基還在賣這個蛋撻嘛，就是它這個融合性，我覺得是外國人不好體會的，因為在外國的話，他們的這個文化比較偏向是教條比較重，然後這個他們可能這個黑白之間比較分明，因為畢竟有這個基督教的傳統這個要麼是教徒，要麼是異教徒，這種是碰撞比較深，這是他們的歷史啦。當然，今天是不是這樣子？地球村的時代是可以改變，但是要讓更多西方的知識分子、社會老百姓體會到這一點，那我覺得就要有一個能夠包容這樣的一個城市，而澳門是一個很好的呈現，是第一點。對，你講到美食，我打斷一下。是，其實澳門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在我們的新的美食廣場富樂亭裡面呢，就有一個台灣的美食，叫做門前影味牛肉麵。有，我們今天有沒有去吃？它在台灣，當然大家都知道，是的，对不对？也是常常訂不到位子的一個地方。但是走到澳門這個市場，讓它更國際化，面對的更多的國際的資源跟平台，讓澳門把它這個品牌更好的發揚出去，对，所以這就是永利想要做的。我們希望我們做的不只是一個場地跟平台的一個這個付出，而是一個整個的本身的一個搭建一個橋梁的一個這個作用，感覺甚至要當擺渡人的感覺。是，所以呢，像 NVIDIA 也剛剛來這邊做了一個對這個就是創業新的一個展，也希望就是在他們的這個機遇上找到澳門這個市場的融合，怎麼加上國際本身的中美尤其現在之間的這方面的可能是摩擦或者資源吧，怎麼從澳門這個點更好的扶持出去，更好的融入到更多的人才的加入。所以呢，我覺得永利我最大的初心呢，就是像我剛剛說的，不只是做一個場地跟資源的一個提供者，而是怎麼樣搭建一個橋梁，怎麼樣打造一個推動者，希望兩岸的青年找到更多的機會來到澳門，找到他們無論是我們本身用好我們本身企業的品牌的優勢啊，我們的國際資源的網路，或者我們兩岸青年怎麼在這邊找到實踐跟這個本身的驗證的一些機會，以澳門為起點而找到這個出發點。那我們本身在澳門呢，我也搭建了一個永利兩岸對話的一個平台，也希望更多的台灣人來這邊跟我們對話，因為在对話過程中，你一定要需要真正本身親身的體驗嘛。就像歷史哥，你也是我們永利兩岸對話本身的最這個重要的觀眾之一，就是在你們本身對話中，我相信你會接觸到，你親身看到，對，用你們本身的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腳步，然後把你們自己看到的體驗傳播出去，這也是我們最希望達到的目的。对，我想這個就是現在永利能做的，就是這第二點，就是我沿着剛才的說法，怎麼具象化，對，怎麼把這個故事給講出來。是這個 story 其實它是很重要的，因為我自己做歷史的，歷史呢是由真實的 story 串在一起之後，然後我們找出這個脈絡。對，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來去尋找、來去陳述，像我們剛剛把我們的這個上次來的時候，終於把它剪出來了，這個實在挺慚愧的，排程上啊，然後再加速一點，這也是我覺得來到這個澳門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對，也許我們一個禮拜我們就可以成片了，是，但是因為沒有這個資源，所以我們得照着排程，可能到三個月、4個月，對，你看上次來2月，這次已經是6月了，都是花了3個多月才把它給成片出來，這個其實還是長了一點，而在澳門這更大的平台。那是更好的。澳門雖小，
但是它是巨大的，是它承載的一個非常巨大，它面向的是全球的一個觀眾群體，然後在華文的創作領域是面向全球華人，大陸、港澳、台灣、新馬，來到這裡有各種的，因為才這裡常常被粉絲認出來嘛。就問一下哪裡來的，各地都有，對，有一點意思啊。在這兒你就可以集合資源了，我們可以資源共享，對不對？就像你剛剛說的，可能你人力不夠，你要3個月才剪出來，說明在澳門你就可以找到其他有興趣，他不一定有你的这個能力去制造內容，對，但他可以幫忙制作內容，是，對不對？所以我們在澳門就是可以搭建那個平台，对，怎麼樣的共享這些資源而做到更好的效果。對，所以我就第3點，我就說很期許這個未來，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永利把這個平台打造得更好，然後以澳門做一個這個基底，然後橫琴它把它連片成一整個發展的一個中心，這是一個引擎，而且其實澳門有太多東西能拍的。我今天中午在吃飯的時候，我可以跟 Jason 在講說，你看這個，然後我就開始就介紹，就說這個新的我就介紹，他馬上手機拿出來，又拍了一支，就這些內容我們有沒有時間生產出來我不知道，對，但是我能夠生產的內容是很多的，但是後端能不能跟上，然後接下來投放的平台在哪裡？是。那怎麼去呈現？对，哇，這太多。其實我們這一次呢，打一個小廣告。我們這次你來參加這個視聽節呢，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這個激勵，就是我們呢創造了一個這個微短劇的原創本的這個扶持計劃，讓更多的青年人有這個機會參與。然後呢，我們當然有獎項，希望就把這個最好的5個不同的劇推出來，打造給他們一個發展的這個機會。所以呢，我們也希望你們這個新興網絡的視頻的形式呢，為一個橋梁，為一個紐帶，怎麼樣把我們更好的內容、澳門的內容、大灣區的內容，對不對？共同的兩岸的內容，怎麼樣以你們的創作力、你們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創意的人才，從澳門這邊把它發揮出去，把我們文化的內容怎麼更好的在國際上面，在我們這個好的永利的平台，我們的橫琴的平台、兩岸的平台，但是在國際這個大市場，把我們這個故事傳播出去。是我期待我們可以做得更多，然後也期待我們有這個能力做到這裡啊，很開心哦。今天謝謝Linda總裁，我們今天聊了很多啦，然後包含就是從Linda總裁自己的故事，然後到我們永利的故事，然後到整個澳門的故事，然後更重要的是，現在澳門呢，這要向全球更加的開放，立足中華，面向世界。对，我想這就是澳門的一個故事，如何去把這些故事都包含在裡面，但是又講出自己的一個味道。這個是我覺得澳門獨一份它的特別之處。那也是歷史哥來到澳門呢，我覺得我能做的，因為我很擅長怎麼去梳理這些這個歷史發生的事情跟現在的事情。也許接下來我們會有更多精彩的澳門的內容會呈現，然後我們就期待更多的這個內容來跟大家來好好的聊一聊。那我們今天再次謝謝Linda總裁。我也希望呢，各位我們不要做一個等風者。而我們對不對？我們不要等着風來，我們去學習一起怎麼樣的制造創風、制造機會、制造平台。希望在這個本身，無論是場所，我們這個地區，對不對？我們這個土地上，怎麼更好的創造未來，共同的發展。好 ，OK， 好，那我們今天後來座談的專家講堂，我們就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樣相關內容，或者你有什麼想要給我們的意見呢？歡迎啊，在我們的這個留言區呢告訴我們。那最後記得幫我們一鍵3連，然後按讚、訂閱、加分享。那我們呢這個不定期會來更新我們的專家講堂，我們就下一期再見了，拜拜。好，拜拜。